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长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流派比较特别一点，腐化槽 CWC 天雷蜘蛛，主要伤害是从腐化槽取得，再利用天雷蜘蛛的多段打击来快速的叠腐化槽的层数，进而取得大量的伤害。整套装备花了几十亿，算是有点小贵的一套装备。清图打怪能力是非常优秀的，打王的伤害就普通一点，伤害没有到特别的高，不过是个很有趣的机制。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腐化槽这个技能。这个技能是当消耗生命后可以获得一个状态，这个状态是你击中敌人时可以上一个持续型的负面状态，就有点类似中毒或者是流血这样。这个击中的部分没有限定武器击中或者是法术击中，所以才会使用高打击次数的天雷蜘蛛来触发。而当你消耗一定的生命时，就可以刷新腐化槽的状态持续时间，所以这个技能不需要一直开，只要有持续的再放旋风斩触发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人疑问，只靠腐化槽的伤害真的足够吗？影片中的刷图与打王的速度就给大家参考了。接着来讲一下怎么样提高腐化槽的伤害，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拉高腐化槽的等级。技能连线除了有串赋予以外，腐化槽21等就不用说了，然后还做了加一力量和加一物理的项链，以及衣服也做了双加一来提升等级。目前我的腐化槽是来到了29级，再加上星团和各类的珠宝来提升伤害。制作装备的部分后面会再提到。我要开腐化槽的话，需要12000多的生命，这场角色基本上不可能有这么多血，所以需要专注时不消耗魔力或生命这一条工艺。只要有了这条工艺，技能栏就会出现专注这个技能，在开启后的4秒内就可以开腐化槽了。然后由于旋风斩有串活栓，所以是使用生命再放技能，只要持续有在转，就能维持腐化槽的持续时间了。这个流派整体运作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。接着就进入到装备的环节，武器我是使用破碎传承者，主要是拿投射物的效果，除了发出4个额外投射物以外，还有以圆形的方式发出投射物，在星图上有非常不错的效果，不过在打王的时候就普普。如果有其他想法的人，也可以拿别的武器玩看看。头盔则是使用白狼头，拿8%的减少技能保留，也可以使用救赎的减保留，连上尊师的承受物理伤害。附魔可以挑增加腐化槽伤害的就好。手套使用灵药手套的基底，拿持续伤。词缀是用总督军的扑杀，连上狩猎者的物理持续伤害加成。攻击穿刺那一条是吃不到的，连完后只要再上个生命攻击就好。项链就如同前面说的，加一物理和加一力量连起来，记得后缀要上攻击，专注时技能不消耗魔力或生命这条，不然你的腐化槽一定是开不起来的。有则涂上了魅力，拿8%的魔力保留。由于升华有走到秘术师的加一诅咒，所以2颗戒指分别拿了盗猎者印记和脆弱诅咒，其中1颗要粘上缩戒的法术击中恢复生命。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，在打怪时血都不太会满，看了就不太舒服。鞋子使用贵贵的溃逃之靴，主要是因为这双鞋子还可以涂油，有涂上了猎物印记，拿增加药剂效果以及10%承受伤害。这双鞋子的特色是移动速度被固定，放旋风斩时也不会降低移动速度，再搭配相应的双连之顺，这样子在打头清怪的时候体感会非常的不错。配合鞋子的快行技能减少冷却，以及相应的双连之顺减少冷却，在有精怪或者局怪的时候 CD 会非常的短，打王的时候可以顺来顺去的。最后再来讲一下最重要的装备衣服，加一力量和加一辅助宝石的制作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点出总督军的后缀力量趴的高尚词，这样子就会出力量宝石等级加1，再粘上尊师或者救赎的加一辅助宝石，就可以做出加一力和加一辅的衣服了。第二种方式则是直接使用雕琢化石，用化石直接丢在尊师或者救赎的衣服上面，运气好的话就可以直接甩出来了。雕琢化石主要的功能是增加宝石词缀的权重，以及后缀有力量敏捷和智力会加1的词缀。我的衣服是用雕琢甩出来的，运气不好的话也会花蛮多钱的，这部分就看你们想要怎么做。再来就来介绍一下星团珠宝的部分，这次开了2组巨型和4组中型，2组巨型都是使用8天赋物理伤害，词缀我就没有太刻意去挑了，总之就是拿物理伤害越高越好，也可以拿精通基础来补一些抗性也不错。中型星团4颗都是持续伤害，也是没有太刻意挑什么词，因为持续伤害加成这一条在这一季的时候都削弱了，我有使用 POB 来对照过，5%持续伤害加成
和25%持续伤害，对这个流派的情况不会差太多，所以中型星团我就没有刻意去挑词了。一般珠宝也是挑物理持续伤害加成、全域物理伤害、生命或者抗性等等都可以。三项珠宝使用2E的持续伤害加成，如果有财力的话，可以买活力击毁加上2E的2词看守，这样子戒指就可以解放法术击毁生命那一词。最后记得珠宝要挑一颗免疫腐化之血，因为这个流派的高打击次数会在一瞬间叠满一堆球被秒杀，所以记得要放一下。在女巫的上方则放了一颗超凡之翼，这颗珠宝给了27%的持续伤害加成，算是很重要的伤害来源。而在天赋的右边放了辉煌的虚荣，此队选多尼亚里拿腐化之魂，拿大量的能量护盾来提高生存。右边这一颗诠释仪式是刚好有用就点了，如果你这一颗是没用的词的话，就不要照着点。最后一颗珠宝是希望之选，此罪之选只影响大范围天赋，拿上面的魔力保留以及右边的生命天赋，下方的伤害和格挡等等，也算是 CP 值很高的珠宝了。珠宝的介绍就聊到这边，再来讲讲升华的部分。我是先走上方拿秘术师的加一诅咒，然后才走到女巫之道点天赋，最后才到下方拿维斯的格挡以及25%的更多物理伤害。升华天赋的顺序没有很重要，看你想先点哪就点哪。拓荒时期我是用雷鸣重击加上双手斧练上来的，想看的话也可以看实况的存档参考。盗贼的部分一样是全杀。最后再来讲一下这个流派的感想。目前91级死了40次，生存方面不算太差，有护体、有格挡、有自盲，血量4400加上能量护盾1600左右，也是不算太低。清图方面扩散型天雷制作的效果很棒，打图基本上是不会漏怪。加上溃逃之靴和相异的双连之顺的位移，整体刷图的体感是非常的不错。打王的方面表现就普通了一点，没有到很高的伤害，不过也没有到烂到不能打这样。缺点的话大概就是贵了一点，毕竟连了好几件的装备，看守之眼的2E也要好几亿，超凡之体也要好几亿，就连溃逃之靴也要好几亿。总之呢，是一个很有趣的流派，也是一个可以全通关的流派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流派是我在人之网看到的。觉得好像很有趣就来玩玩看，并不是我自创的哦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什么鬼东西呀？